70岁老汉收留流浪女，行夫妻之事13年，帮他找到家人后被无情抛弃。70岁老汉、流浪女这样的词一起出现，是不是觉得这故事里面有违背道德与法律的情况？实际上，这一次跟大家所想的还真不太一样，是一个暖心事迹。湖南70岁老汉在火车站向流浪女伸出援手，共同度过13年恩爱的生活。二人不是夫妻，但胜似夫妻。不仅如此，老汉还愿意帮助流浪女找到家人。年事已高，也不辞来回奔波。可是当流浪女找到家人时，老汉的温饱之恩，两人13年的感情以及寻亲路上的承诺，均在亲人和死而复生的丈夫面前成为了泡沫。一时间，本来是为人津津乐道的暖心事迹，一下子变得让人寒心。这个流浪女的背后，到底隐藏着什么呢？一、好心收留流浪女。70岁老汉是湖南汨罗人，名字叫做张志刚。年轻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，所以婚事就给耽误了，一直以来都还是一个人单独度日。但这样的情况，在他的弟弟张志军给领回来一个流浪女之后得到了转变。原来13年前，张志军出门办事，在铁路附近偶然碰见了一个面容憔悴，身上味道也很难闻的流浪女。由于担心在铁路附近会出意外，所以张志军就好心上前，打算提醒一下流浪女。而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，张志军根据口音发现这个流浪女并非是本地人，对自己其他的情况也说的不是很明白，只知道叫做方梅香。又饿又渴的方梅香一开始还是有些胆小的，但看张志军为人很和气，也就壮着胆子想讨要一些水，因为自己实在是又累又渴。于是好心的张志军将其带回了家，并将情况跟当时已经快60岁的哥哥张志刚进行了说明。张志刚的心肠也不坏，也很同情方梅香的遭遇，给他做了一顿饭。之后张志刚考虑到可以先问清楚方梅香到底是哪里人，看能不能给送回去。但方梅香似乎是在流浪的时候，思绪变得更加不清楚了，所以问来问去也没有得到什么头绪，只隐约了解到家庭住址可能是在麻石。不仅如此，方梅香还表示她之前有结婚生过一个女儿，但丈夫经常打骂她，几年前已经因病去世了，女儿在长大后也远嫁他乡。看着不知道要何去何从，当时也已经快50岁的方梅香，张志刚动了恻隐之心，于是就给方梅香收拾出来一间空房，打算让她住下来先休养几天，神志更清醒一些后，再继续打听家庭住址。可没曾想，这一住就是13年。也许是看到了张志刚一开始就对自己很有耐心，并且乐于助人的精神，所以方梅香对他的感觉是很不错的，并且他除去记不清楚到底住在哪里，生活以及跟人沟通还是很正常的。在张志刚家里也会帮忙做一些家务活。就这样，两个同样单身的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步步的走到了一起，有了夫妻之实。之后，方梅香与张志刚的感情越来越好，尽管没有领结婚证，但在张志刚的弟弟妹妹眼中，已然将方梅香当成了自家的大嫂。附近的村民也认为两个人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。可即便如此，张志刚还是有一个心结，那就是帮方梅香找到家人，然后两人也能顺利的领证。可作为一个自己都没有怎么出过远门的人，张志刚并没有找到多少线索，为此他思来想去，决定通过热心记者来找。二、踏上寻亲之路。面对前来帮忙的热心记者，方梅香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记忆，说出了麻石这2个字。但这含糊的2个字，让寻找家庭住址这件事情依旧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另外，根据方梅香的回忆，麻石应该距离平乡是比较近的，因为她之前的老公有去抓过猪仔。为此，热心记者结合这2点信息，认为方梅香的家可能是在株洲李陵的麻石村。但在跟麻石村的村干部通话后，这个线索就变成没用的了。方梅香并非是村里人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就在方梅香已经感到失望，而记者也觉得这件事有些难办的时候，有一个平江客运站的工作人员称，麻石可能是麦市。
而这个麦市指的就是湖北通城麦市镇，位于地处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三省交界处，与方梅乡之前所说的跟平江很近也是吻合的。在得到了这一线索之后，方梅乡的希望又一次被点燃了，而张志刚也马上回家给他收拾了行李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准备踏上了通往湖北的寻亲之路。一直到这个时候，张志刚都还是信心满满的，觉得13年的朝夕相伴，方梅香一定不会离开自己，且还想利用这个机会将结婚手续办好，从此两个人就不会再分开了。他要是回去不会来怎么办？面对记者这样的提问，张志刚没出声，方梅香就赶紧说，回去我回来，会回来。而看到两人对寻亲意见一致，记者就陪同两人一起赶往到麦市镇。在出发之前，张志刚还给了方梅香一个金戒指，方梅香戴着戒指很开心，两个人手牵手，就仿佛热恋的情侣一样相视而笑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已经70岁的张志刚对待方梅香的确是很疼爱的。其实不只是这枚金戒指，在平时的生活当中，张志刚也承担了大多数的家务，而方梅香只需要给他做顿饭，他就已经很开心满足了。而且在两个人有了夫妻之实的情况下，张志刚更加不愿意委屈方梅香，除了给他买衣服，还拿出了自己通过丧葬祭品的手艺，多年来的积蓄，将盖了新的楼房，就是为了给方梅香一个更加舒适的住所。张志刚所做的一点一滴，方梅香自然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的。为此，在归家的车上，面对张志刚随着车子距离麦市镇越来越近，变得焦虑不安的心情也很快就进行了安抚。车上，张志刚问方梅香，如果他的姐姐妹妹不接受自己怎么办？方梅香的回答让张志刚开心的笑了起来，怎么会不接受的呢？你是我老公，是我男朋友，3违背承诺不愿返回。很快经过了大约3个小时所有的车程，记者一行人加上张志刚与方梅香抵达了麦市镇派出所。派出所内的人员在了解来意后，也根据档案确定了方梅香的身份。于是乎，工作人员联系到方梅香的家人，10来分钟后，方梅香的哥哥黄道友就赶了过来，而大家也根据他的讲述，弄清楚了方梅香是如何失踪的。原来在2006年失踪之前，方梅香与其大哥大嫂一起前往武汉，承担起了给侄子家当保姆的工作。随后在一次出门买菜的情况下，就再也没有了音讯。一家人当时也是急得不行，赶紧报案并到处张贴寻人启事。然而10多年来也没有得到任何与方梅香有关的信息。为此，家里人认为方梅香很可能不在人世了，只不过心里还存在一些小的希望。这个时候，方梅香的大姐与大嫂也来了。她的大嫂一直都很愧疚，认为是自己的缘故才导致了方梅香的走失。看到方梅香后，抱着她一顿痛苦，述说自己10几年来不安的内心。方梅香见此也没有再继续责怪大嫂，并且还提及到自己在张志刚的照顾下过得还算不错。而等这些人的心情都平复了之后，张志刚也正式与方梅香的家人见面了。起初张志刚还是很开心的，觉得见了家人后，自己跟他拿结婚证这件事就10拿9稳了。谁知这个时候，黄道友突然将张志刚拉到一边，告诉他方梅香之前结婚了，有丈夫。一开始张志刚没有在意，之前方梅香也是说过的自己有丈夫的，但已经去世了。可黄道友接下来的话让张志刚的心跌落到谷底，原来方梅香的丈夫还活着。张志刚不敢置信，他回到来时的车上，看到他的样子，记者问了情况后告诉他，如果方梅香不选择与原先的丈夫离婚，那么就无法跟他结婚，让他做好心理准备。怀着一丝希冀，张志刚来到方梅香面前，希望她能跟自己走。可方梅香似乎忘记了自己回家前的承诺，也不复以往的温柔，坚定的表示不会回汨罗生活了。与此同时，黄家人也围拢过来，看似在劝解张志刚，实则却是用一句句很现实的话刺痛着他。甚至方梅香的女儿还拿出钱要塞给张志刚，说是他之前给方梅香的，但张志刚表示钱是给自己老婆的，不愿意拿回。
面对亡故的张志刚，黄家人觉得他是耍无赖，于是就找到了派出所进行调解。鉴于张志刚年岁已高，也在感情方面受到了打击，民警建议黄家人陪同方梅香将张志刚送回汨罗。看着已经无法改变结果的状况，张志刚也被迫做出选择，不再继续要求方梅香跟自己结婚回家了。只不过在返回到汨罗后，从记者处了解到哥哥处境的张志军以及其妻子，均希望方梅香再陪伴张志刚一段时间，但这个让张志刚能在感情受创的事情上有所缓冲的建议，并没有得到方梅香以及他的家人的认同。他们送完人之后就迫不及待的离开了，只留下了伤心的张志刚。结语：因为一场意外，张志刚跟方梅香相遇相识，并且相濡以沫的生活了13年。这期间的感情应该是做不了假的，但张志刚的付出是基于方梅香告知自己她丈夫已经去世的基础上。不管方梅香是否有意这样说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张志刚都是受到了欺骗的。毕竟交付出去的真心很难再收回来了。另外，方梅香走失也不是张志刚导致的，面对照顾了自己母亲13年的张志刚，方梅香的子女应该要心存感激，而不是看到张志刚不打算要钱，只想要方梅香跟着回去就骂人是耍无赖。无赖可不会帮人寻亲，也不会将钱给了方梅香还不愿意要回来。黄家亲友的做法有些令人心寒。当然，方梅香本身的转变才是更伤害张志刚的，但面对既定的事实，也只能希望已经70高龄的他还能平静地度过晚年生活。